婆媳问题大对决，现代媳妇怎么解？婆婆无理要求能接受吗？你只要生到儿子的那一天，你的工作量就有可能会减轻。他就是一开始就不懂得拒绝，这个逆袭大家都愿意当吧？对啊，没有，我就跟我爸妈讲，婆媳能当朋友吗？婆婆被诈骗了80万，不敢告诉公公，跑来跟我商量，要我假装这笔钱是我被诈骗了，怎么会愿意这个吗？你们婆婆心安，妈妈心安，我们心就跟着安。哎呦，好会讲哦！你在这个家以后就是顺风顺水。得罪了婆婆，这样你也 OK 吗？我 OK。女王大人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有些人的经还是《山海经》呢，对不对？那婆媳问题大不易了啊！今天我邀请了一屋子的女人，一屋子的女人们。当他们遇上婆婆那些呢不敢拒绝却又无法接受的要求的时候，他们又会怎么做？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们，介绍这边吕元婉、景轩，欢迎两位。再欢迎我这边宋哥跟安心宇，人气新网红海伦，还有养生人气部落客小胖颖，还有人气购物专家维尼，欢迎你们。来哦，女王调查局，小媳妇跪求姐，这些婆婆的要求我应该接受吗？请出题。状况一，小孩哭不停，婆婆拿了庙里的符水要给孩子喝收惊。我了解这虽然是习俗，不过毕竟没有科学根据，卫生安全也有疑虑。婆婆却坚持说，这真的很灵，我也是这样把你老公带大的。为什么一定是台湾国语？总要选一个口音吧。你这样讲，变成喝符水的都是台湾人了。会讲台湾国语啊？这真的很灵，我这就是这样啊，把你老公带大的。外省腔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每次那喝符水的，或者是耍狠的，都用台湾国语。对，我该接受婆婆的建议，给孩子喝符水吗？请选择。随便举牌哦。哎呦，不该喝的些微胜出位，该喝的有4位。你看起来就是逆袭啊！你怎么会愿意喝吗？你们？该喝有。因为我妈小时候也给我喝过符水啊，符水很好喝的呀。你不要讲，你光看我就。他说符水是好喝的，我也喜欢那个味道，我要说的是，景轩的长相就是符水喝太多的样子。我其实个人是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味道还蛮特别。我第一个我是喜欢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你喜欢，对，再来我喝了这么多年，小时候喝了那么久，我奶奶可以长这么高，你看。对嘛？不要那边误导观众啊！还说你们都不是符水喝出来。我奶奶就常常每个礼拜就囡仔加掉，然后就符水啊什么，我们这样喝，我也没有落晒过。可你脑子坏啦？没有啊？有吗？有啊。不用在那边争执，反正不过就一杯水，渣渣也不需要你吃掉，喝完你说为了大局着想，你就喝了就算了。而且如果小孩不想喝，你帮他喝一喝就好了啊。这么爱婆婆如果没有看到你帮他喝一喝，就小孩喝的。你喝这之前没有去考究它的根据或什么？没有啊，这就不是台湾的一个就是习俗啊。认同。我们两个避免更多的冲突倒算了。当年的婆婆怎么要求你喝符水的？当婆婆没有教过我喝符水，可是我们家自己就会这样子，所以我对于这个行为，我觉得已经习惯了，因为老人家就是这样，婆婆心安，妈妈心安，我们心就跟着安。哎呦，好会讲哦！海伦怎么说？因为小孩自己我也给他喝过啊，没有没有办法啦，他就一直哭，每天哭，喝完符水真的好啦，我相信啊。然后会是觉得，如果他下次再哭又要喝这个，有下次就不哭了。对，哎，这也蛮有效的。味道也说不定啊。谁建议你喝的？妙方。都是妙方开给我的，妙方建议的哦。对，我觉得你有常拜庙的。对，拜拜。小胖颖，因为我从小也是喝大的，多好喝哎！而且小胖颖是养生。你家没有别的水喝吗？你家是有符水吗？我们家中药行就是一间在收金的，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中药行啊。对，我家是中药行，然后我从小就是，那你们可以开一个符水手摇啊。对，也许有哎，这个也许出来，没有人拿过。符水手摇这4个字好棒啊！大甲镇澜宫，限量100杯，100。
浮水手摇4个字，我觉得可以玩哎。可以啊。像转班哎。我们不能喝的，不会这么做的。打岔不是说我从小不喝，我就是那个被荼毒长大的。哦，就是说从洗到吃内外兼修，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其实这个其实是错的，我们就要导正啊。你怎么可能一直到现代还在用这个方式？一定错吗？你觉得？那我是因为后来有很多啊，发现了，哎，我去庙里求福，喝了，哎，病好了，不药而愈。No， 后来还发现里面有参药的。你是媒体工作者，我们这样相信你说的哦。对，我是新闻工作者，是啊。真的有参药？对，有参药啊，或者在服有参药哈。朗香蜜。我就是他们几个，比方说，哎，抗发炎啊、止痛的啊、镇定的啊。对。后来其实这个新闻都有踢爆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就是我要心安的话，我就有一个方法。如果说你们有没有拿过那个有没有符啊，拿来洗澡的，消化之后洗澡，我觉得可以。但是不要吞到肚子里面去。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是深受其害的，所以不要误信偏方。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小的时候有一个偏方更夸张，那个人呐。我那个无缘的人呐，还叫他喝尿哎，你知道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不 OK 的。那因为是女儿，很难弄童子尿嘛。他说，哎，那弄我的。像刚刚那个文安姐讲的，原住民也有喝符水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我们长辈会怎么说吗？就是我们如果小时候不小心被蜜蜂叮到，然后我外婆就赶快说。你赶快尿尿在他的小腿上，然后我哥哥就尿他的尿在我的小腿上，然后就说那个包会消掉这样子。结果消了没有？根本没有啊，而且还更痛这样。哎呦！可是我去工作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好像那时候是去庙，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，然后就真的有被带去喝那个符水，哇，那喝过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再也不喝了。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喝得下去？他们说好喝，我觉得我不行，尤其是你看到那个黑渣，就是你喝到肚子里的可以过滤啊。没有，我喝到的不是，它就是直接这样子，然后整个都要喝，对，就点火丢进去，然后你就要全喝。我觉得真的不行，因为真的要有科学根据。像我婆婆，她就是小朋友发烧，她还带那个蒜头跟绿油精，要贴在那个脚底部，然后去湿。蒜头绿油精。对，然后她是挂完新配方5分钟就直接到我们家门口敲。新朋友没听过哦。对，新配方。蒜头泡过绿油精的蒜头。没有，就2个，就是同时先抹，然后再贴。然后这时候我跟我婆婆讲说，妈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医学根据，我们去看小儿科。啊 man 呐，我跟你讲呐，你老公30年前我就是这样养的，你看他不是有好好的？你确定他有好好的吗？那你乱讲啦。没啦，一直都偷看 OK 啦 OK。我是觉得是卫生考量啦，它还要盖那个印，它上面有墨水，那墨水基本上概念上是不能吃的，对，没错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，所以我就觉得是卫生考量，没错，但我也不是，我也喝过啊。对啊，我也喝过，在台湾大部分都喝过啊。对，我现在就喝了，我才得金钟奖的啊。不要误导了。大家都去喝了，自由。好嘞，我们来问婆婆的要求，下一题。第2题，来哦。结婚3个月，因为经济问题住在公婆家中，婆婆要求我每天早上7点帮全家做早餐，理由是自己做早餐比较省，也比较健康，而且她说这样才是媳妇的本分。以前都是她做，现在她要交棒给我，但我每天工作到晚上9点多才下班，根本吃不消。这样的要求我该接受吗？请选择。怎么会有人去圈？啊，我是圈，海伦，你可以接受我差点是圈的，不是他刚刚状况你听到了？有啊，他每天工作到9点哦，然后早上6点6点半要起来。我周围有个朋友就是这种案例，对，因为他在嫁进家里前他就讲过，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你就是要做早餐给我们家吃。不是因为他不用工作啊，就什么都不做，只做早餐。对，他也可以做完再回去睡。但他是不是后来有去上班，他还是做早餐，因为他已经全部已经对，他已经前面已经讲了，结婚前就已经说好了。我刚刚差点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做早餐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餐桌是一家人感情维系的地方。但是他说工作到9点，哇，这样睡起来大概7点要做早餐，太吃力，这个还要备料什么的，太辛苦了。还要想菜单。这边不可能。安心宇其实看起来跟亲家母一样的，你们其实
你等下被走啦。坏婆婆，坏婆婆，你这看起来后母样哎，你没菜。你觉得不应该做的？我觉得不行。如果加上我9点下班，然后我还要备料，然后每天早上都要想早餐的菜单是什么，我没办法。应该撑不住哦。所以就算你这样讲，然后婆婆一脸臭脸，然后你得罪了婆婆，这样你也 OK 吗？我 OK。我觉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直讨论婆婆问题，中间那个男的死了吗？中间那个润滑剂很重要，真的。你这时候你妈为什么可以这样讲？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有些婆婆她是承袭什么？哎，老娘。你真的就能找到一些观点哦。对，真的。老娘媳妇熬成婆，我当年就这样，我当然要复制在我的媳妇下面。时代不一样了，对，现在的媳妇现在都双薪呢。没错。我媳妇也在赚钱呢，我可能工作量不会比你儿子来得轻哎。赚的不会真的。对，也不会比你儿子少哎。那为什么你中间这个男人，你该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或者说哎妈我来，对，你不能装死啊！哎，他是讲刚才讲说，哎，我本来要取圈哦，这是全家幸福的时刻，那你去做啊。不会啊。陈哥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这样，我觉得很棒。可是通常有些男人是说，哦，过秒你可以戏哦，我不知道哦，你们婆媳自己去调理，装聋装瞎装死。哎，有些男人是这样，所以不可以啊。我一个朋友也是，本来你看他是结婚3个月之后嘛，对不对？才发生这个事情。我的朋友是，他当时就跟他先生讲说，我不跟公婆住的，那我觉得我们要去独立要买房子，然后都讲好。可是他先生一直跟他讲说，没有，我们要把这个头期款存好，因为我们家还是很吃力嘛。那给我们个2、3年的时间，我们就搬出去，都讲好了。然后他因为他有在工作，所以他呢因为住婆婆家，所以他都会补贴给他先生说，这个你给妈妈，因为我们住家里面嘛，人家媳妇多懂事啊。就后来他常常啊也是9点多啊下班比较辛苦，回去永远都是什么剩汤。没有饭哦，都是剩菜啊，几根菜，然后剩汤，还要他收拾残局。他后来刚开始以为说啊，他就比较晚回去，后来才发现婆婆就是针对他，因为你没有拿钱回来，你住我的，你还想吃我的，对，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中间那个角色怎么了？就先生居然没有讲，就钱就收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后来他就跟先生吵架嘛，就说哎，原来是这个样子，你要跟妈妈讲这个事实嘛。后来先生就说哦，我会，可是后来还是依然顾我。然后呢，他后来发现说你们母子没有正式面对，也没有把我当自己人嘛，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做解决。后来他就说那我要搬出去。先生说你再忍一忍吧，我们再忍个2年，我们不是讲好的？是该离婚了啦。对，所以其实就有这种问题啊，后来就是没办法。这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收起来干嘛？我想到我一个朋友，真的千万不能答应，因为就是婚前其实因为有距离，所以大家相处都还算融洽。一结婚，她老公就跟她说，就先住家里。一样，他们要存头期款，对，然后就一住到现在10年，这10年间发生什么事呢？她一开始她婆婆什么早上5、6点就去给她敲门，那个锁不是房门锁起来，就一直在那边扭，一直扭。那早上起来她就开门，哎，妈妈怎么了？他妈哦，没代志，我来收笨手，然后连他们的衣服，包括她的内衣裤一起拿去洗。然后你爱做就算了，她还会一边碎念，那我朋友就不敢睡了嘛。然后就好看她婆婆到底要干嘛，她婆婆就一边做一边跟她说，她说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的家规是这样子，我现在就教你，你就把它学起来。早上你6点你要起来准备一家人所有的早餐，她公公、她婆婆、她老公，然后还有小姑，一家人的早餐。然后早餐弄完，你早上弄完早餐之后，然后顺便去收全家人的衣服要洗。重点是。你女人，我们的内裤不准跟男人一起洗啊，那也该怪亏，就意思就是说女生的就是不好这样子。然后她因为才一开始，所以她就逆来顺受，想说好，那她就继续做。然后做到后来变成是，有小孩了，她的工作量没有减轻。你早上弄完早餐之后，弄完一切之后，你就要到菜市场开始准备中餐，接送小孩还要我朋友就再继续弄，然后到晚上她一样要准备一家人所有大小的晚餐，她就是佣人。然后她生到现在已经2个女儿了，然后最近她有怀孕，我就说如果是我早就拍桌我就走人了嘛，你干嘛还这样子就逆来顺受？她的讲法是她觉得。
他想要说，但是他不敢说，而且又那么久的时间，2个小孩照顾那么久了，然后他觉得哦，他就有他自己的担忧，如果我没有经济能力，如果说哦，我这样孩子会不会不是我的？然后重点是我婆婆跟我讲，你只要生到儿子的那一天，你的工作量就有可能会减轻。有什么家庭他就是一开始就不懂得拒绝，所以你后面就会衍生很多问题。头期款过一个盖一个愿打一个愿头期挨啊款。存到了吗？不是头期不款，可能搬出去了，已经10年了，孩子都2个了，已经成为家里一个常态了，对啊很难，除非是她的老公决定要带着一家人，这时候搬出去，婆婆就情了。对啊，一定会啊，辛苦的婚姻，所以没有做，你看没有做桥梁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现代未来，你们你们是现代未来婆婆，对，对，应该主动让你的孩子先去理解，我们先讨论。我现在马上就跟他讨论，小学3年级，我们现在就跟他讨论。不用那么进行下一题，不错不错。来哦，婆婆被诈骗了80万，不敢告诉公公，跑来跟我商量，要我假装这笔钱是我被诈骗了，所以跟婆婆借的。我该跟她一起骗公公吗？来，请举牌。你居然是不好意思，有4票哦。你也是？我们有4票哦。我刚刚有很多内心戏耶，就是假设今天我的公婆他们是非常有钱的话，那他不小心被诈骗，可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就是需要那个面子嘛，就是在我公公面前，那我觉得我会为了这件事情让我的婆婆有一点面子，然后她又欠你一个人情，对，我觉得你要在一个家啊，要拉拢至少一个长辈。那你看哦，你今天婆婆她主动找你，建立起这个秘密关系，你们就是生命共同体嘞。她不会欺负你。不是生命共同体，你讲得太好了，共犯结构。所以以后婆婆应该不会再刁难你，你在这个家以后就是顺风顺水了。哎呦，这样子。可是你要想哦。你跟婆婆结盟了，可是从此以后，公公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很没有头脑，然后很容易被骗的媳妇哦，是会吗？然后觉得家里的钱是你把它掏出去的，因为他是你被骗，所以你跟婆婆借，那跟婆婆借就等于跟公公借哦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对的，我刚刚在想，这整件事是公公万一回来要钱怎么办？对，而且不止哦 ，maybe 你有小叔、有小姑、有大姑，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挪这个80万？对，然后从此在全家族面前都说你就是一个没有。我妈妈就是耳根子软才会相信你啦。对，你看被骗了，哎呦，连我妈一起骗哦。这衍生出来的问题，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。我还在圈呢。我觉得要看一下我们讲的不敢就表示其实婆婆是很。就是以公公为主，那他已经找我求救了，那当然我就是要先以同情，就是跟他站在同一国，没错，对。那当然，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戏，你在公公面前就假装装可怜，你在家里带孩子，然后也没收入，有的时候跟公公讲一下，也许他就把80万借你，就变成从公公那边可以拿到80万。你懂吗？再赚80，对，然后再把80万给婆婆，等于你没损失80，又赚80。That's right， 没错，好坏哦，诈骗集团。我开始在想象维尼跟她公公相处的画面。老公婆婆同一阵线，媳妇竟也分边站。常常必须应酬、上酒店喝酒，做太太的要懂得体谅。我是可以接受这个状况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不一定要对你有什么样的服务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这样不太了解，你弄错了。我去过，不要这样啊！不在干什么？你去过？他们在干嘛？摸来摸去，我要不是。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老公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会非常生气。好坏哦！诈骗集团。我开始在想象维尼跟她公公相处的画面。我觉得有点不单纯。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公公会给媳妇80万。那是安家费吗？那个是。来，我们来准备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，老公最近因为工作职务调整，变得常常必须应酬、上酒店喝酒。婆婆说这是男人在外工作的辛苦，做太太的要懂得体谅。这样的要求我该接受吗？来，准备请举牌。这个很难，因为你才是上酒店的那个人，好想跟他去哦。小胖姨，你又可以 ？Why？听过哎。
真的不是我。哦，好，你就讲。我有个朋友，她老公就是常常飞，韩国啊，或是日本出差，然后她去韩国、日本出差都是晚上都会去酒店，然后可是她也知道说，这是他们男人的聚会，如果她老公拒绝了，她老公就可能无法谈成这笔生意，或是无法有一个共同的话题。所以我是选择接受。可是你要把一个小孩放到糖果店，让他不吃糖果，真的很难哎。对啊，那就看他太诱惑了，看他爱不爱我啊。有什么工作是能考验酒店这样考验？有时候不是爱不爱，吃糖果不代表不爱健康啊。对耶，这举例好棒哦。他好真心啊，投射的。对这个。那我要换答案，我觉得可以耶。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刚刚举差的原因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的案例是，她老公就常常上酒店，然后呢真的是外遇了。媳妇就跟婆婆说，就是我老公现在这样子，我该怎么办？结果婆婆就骂了她一顿，就说男人在外面赚钱本来就很辛苦了，你就要体谅他。然后你们有小孩，你要离婚吗？就对他情绪勒索。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差，可是如果套用在我自己身上，我是可以接受这个状况的。因为我觉得酒店的确是一个让人家可以拉近关系、谈生意的地方。那些女人在旁边服侍他们的，其实就是倒酒而已，他们其实不一定要对你有什么样的服务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这样不太了解，你弄错了，弄不是，我去过，可以不要叫啊，你去过，你后来是怎么从良的？不是，我觉得只要跟着男生去过2次，知道有些酒店其实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多情色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的确是，你进一步也要看手腕，有进一步也要看付出的代价。不是每个都没有办法，没有诱惑太多。我赞成巴玉讲的，该要盖章的，比方说合约该盖的、该决定的，早就都决定了。对啊，那都是后面讲说，大家来应求几的而已啊，就是你们男人为了 funny just for fun。你看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些朋友，我的朋友他们讲说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要去酒店啊，一起去看看。那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抱着就是我来看看，好奇的心嘛。我是活生生的人坐在那边呢，旁边很热闹我想说天哪，你们也尊重我一下吧。他们在干嘛？摸来摸去，我要不是垃圾啦，你看我就不形容了。后来我就觉得我都改油呀，那所以你告诉我说，那个不会啦，去那个我不赞成。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老公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会非常生气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分享哦。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并不是社会的黑暗面，我必须要抓回来。我们今天还聊的还是婆媳，好不好？来第2阶段，曾经亲身经历，或是你听过婆婆对媳妇最无理的要求。我可能因为我们住在乡下，婆婆他们住在乡下，所以他们可能从小如果小朋友喝牛奶，他们会在里面加很多我没看过的东西，就是可能什么。例如说像的麦精或咪糊那一类的，可是以前他们在干妈店买回来，你没看过，没有标示工厂，没有标示食品合格的那个，因为我每次我婆婆泡她就会加，可是如果是我泡我就不会加，所以有时候我泡牛奶可能泡了3天，我婆婆就会过来说，景轩饮食都没有泡，我看那一罐都没有减少，然后我就会说会检查，我就会说其实我有加，只是我加的比较少，可是因为我嫁过去的时候很年轻，才20出头岁。所以其实我不会去反抗我公婆，所以你看他就会去看那个量，你就要知道啊，偷偷倒杯，每次泡就对，就倒一些，然后倒马桶里面什么的。可是我会害怕，我害怕做错事，我会害怕做坏事被发现啊。宋公怎么说？因为模特做久，其实讲真的是脑袋变通能力会变得很低，因为我们只需要既定点，节奏这么快，没有，但我们只要。其实那个 tempo 就是差不多那个样子，然后进出了门也就是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刚一结婚，我是到第3个月就已经肚子已经出来，没有办法做，所以我就休息了嘛。然后那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讲说，她说因为家里是开旅行社，到我公婆这边是第2代，我老公第3代，还有是独子。好，那妈妈以后也想要把这个公司，爸爸妈妈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公司交给你们。那你要不要想一下，你可以来就是学习，然后呢，我想说好 OK， 那我再休息1个礼拜，我就去上班。可是我1个礼拜过后，我发现已经3个多月了，其实我没有孕吐啊，没有不舒服，但是我唯一就是每一天都很爱困。那时候
我又要学，比如说我要看得懂那个订票系统，那订票系统很难，它是旧式电脑的那一种代码。哦，哪一个机场怎么样？他们家又是做那种什么南极、北极、非洲，你那各式各样，你真的看不懂。我要学这个，我还要学就是他们行程哪里到哪里，就稍微我也要知道这个概念。航程的安排啦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会计我也要学，业务我也要大概略知一二。然后我每天就是要什么航空公司转账啊什么的，这个其实我们在网购，我们有在转账，我们知道这很简单，可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婆婆只是给了我一组就是转账代码，要转给航空公司的费用，我居然可以第一次按错了，我觉得我看懂了，但我按下去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转账数字就不是这样，它错误，它后来就回报，错误啊，手续费扣掉，但钱有回来。我婆婆就说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你再用一次，打，我又再错第二次，一样又那个钱回来，手续费又扣了。那第二次我婆婆就在旁边就是念那个主要的那一个会计说，你哪有没有帮你看？已经错第二次了，怎么可以有这种失误啊？你是有该嘎不？可是其实这种话其实是要说给媳妇听的啦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好，第三次再试。就真的连错3次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沮丧，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，连那种什么代码啊什么都通通都是错误的。然后我就是连续那几天一直就是出错，然后某一天中午，对我有一天中午我吃午餐的时候，然后反正就在一个比较小小的空间里面，刚好我婆婆进来，我就跟我婆婆讲，我就是已经快要崩溃，我说妈，我好像需要一点时间再适应一下，因为我可能加上怀孕，就是有一点太爱睡觉，所以我注意力比较不集中。然后我婆婆出那一个会议室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慢慢来啦，啊，妈妈以前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我们那时候要进公司，还要弄家里，孩子生了之后，我们也就是带到公司，这样也是用大嘛。其实这种听起来都会觉得说。哇，他都可以，压力好大，对。婆婆强逼下跪，媳妇们大反扑。30岁的时候，娘家要帮女儿做生日，公公转过来就说：“你们肯定赶紧去，我婆婆来了。”哇，那个眼泪就大滴小滴的哦，他就说。你个跪啦，动不动就跪，又不是在演8点档。没错，就是没错，我就是打死不跪。我要跪，我就要把婆婆也一起拉下来。我一定会这样教我女儿。你冷静。那我就这样子一路上班上到孩子生了，我第一胎生了之后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我这辈子我。好像没有办法再进这一家公司帮助你，所以你自己要自力更生一点。我们还是双薪，但是各做各喜欢的事情，这样比较好。我觉得她婆婆算是很好的婆婆，算不错，而且是你自己怀孕的过程，那个时间比较敏感。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还好哎，是那时候的你无能，不是无理，真的是你无能。无能啊！我说无能为力，对，真的无能为力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娘家有一个习俗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就是30岁的时候，娘家要帮女儿做生日。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情，就好像我们有些，比方闰月啊、闰年啊，要女儿要帮妈妈做生日，拿猪脚回家的，类似这样。我不知道，我家里面有这个习俗，所以那个事情对我娘家是很大的。好，那一天呢，我记得我们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，不要只是你回家哈，他觉得你的公婆也一起啊，我们就是中午，然后在家里啊就弄一桌，然后大家聚一聚聊聊天这样。其实那是我很开心的，家族聚餐啦，而且是我生日哦。30岁嘛，嘿，哇，真的好年轻哦，然后就很开心嘛，然后我们就约好，我先讲，大概11点半要回去，就是说这个公婆那边去接他们2老，然后呢一起呢到我家里面去嘛，好，结果到楼下觉得奇怪，怎么没有看到人啊？那我们2个就上去了，上去之后，客厅也没有人，然后就走到房间，敲敲门这样，好，一打开。我发现我的婆婆真的，规面刚才心不啊嘞，那个五官好像要揪在一起，感觉好像就要手足无措，很害怕这样。我想说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我公公那时候呢就坐在那个梳妆台那边背对我们，然后呢连头都不转过来，我们就说，
爸爸，我们要出门嘞，现在差不多时间了哈，我们差不多了，12点要准时要吃饭嘛。不回答，1次、2次、3次，我们就觉得不对劲，他转过来，然后我婆婆在旁边，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公公转过来就说：“你少年人，哈，没准时，讲好的时间没看到人。”那我们就想说奇怪，没有啊，不是11点半吗？对啊，上改你跟我11点半。我11点就起来楼卡，所以我站了半个小时，没有看到人。你们年轻人是怎么样吗？是这样做事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你不爱去啊，你没去，你自己去。那时候我旁边那个人呐，就讲说，啊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是你自己记错啦，你不要再闹了哦。什么？我不要再闹，我就是不爱去啦。哇，然后就这样一来一往，然后就是气氛，就为了这样子很尴尬哦。好，这时候我婆婆来了，哇，那个眼泪就大滴小滴的哦，然后就说：“你个跪啦！”就拉他儿子，你个跪啦，你个回心嘞啦！我拉他儿子，叫他儿子跪，你个跪啦，你个跪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好玩了，讲好啦，跪啦哈，然后他就跪下来那一瞬间，也把我拉下去，根本就没管的呀。然后他说，然后我还很硬，你知道，然后还拉不下来这样，他说。你跪啊，一起跪啦！那我当时觉得很委屈，为什么要一起跪？从头到尾，各位你们都听到过程啊，这个就像我刚刚形容这样。那我觉得，我为什么要跪啊？我又没有做错事。然后呢，你就发现一个叫你跪，然后一个在旁边哭，该跪啦，赶紧该跪啦，没要弄啦。我婆婆在旁边一直催，后来我也只能跪下来，然后也莫名其妙的道了歉。好了，那是不是就要给他台阶啊？对，终于可以出门了嘛？出发了吗？对，后来就出发了，终于出发了。然后呢，我就上了车之后，我坐在副驾，我越想越委屈，我就心里面就开始想，今天是我30岁生日，我生日我从小到大我父母也没有这样对我，为什么要罚跪啊？好，然后呢，后来我就开始有点啜泣，这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来了，今嘛是你靠下。然后我就整个说起来，我讲是真的，今嘛你是你靠下，公公。然后就说，今嘛是安那，你意思讲，难免要等于甲恁爸母讲，我甲你考倒啊，你考到呢，然后叫是阮对你无好，我整个后来他讲完了，下一秒钟我连呼吸都不敢，我就想说连呼吸，对，我就想，我有点吸鼻子就被讲，后来也不知道，就是景轩的时候，我因为那时候年纪小，然后就整个你知道30，虽然30了也不小，可是就是很单纯，然后很害怕这样。那我只记得我那时候回到家里面啊。按门铃嘛，回我家让我去按门铃，打开门看到妈妈那一刹那，先哭了，不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嘴巴要笑，妈妈回来了，气氛真的不一样。可是那个眼泪是往那个肚子里面倒我的心里面是爆哭哎呦，然后我就忍，大概就是那餐麦才吃了2个小时，我食不知味，痛苦不堪，我就觉得不知道，所以你看这个多无理的要求啊！都听到了哈，听到了哈，还是准备好，很有问题的公公。为了大局着想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，对，好不好？你会跟着跪的，请举牌。只有我们3个哦。我觉得有个关键是因为如果老公跪了，我就会跟着跪。对，为了大局着想，可以顺利出发，以及立刻缓解这一个尴尬，我觉得当下我会选择先跪，就跟喝符水概念是一样的，对，先吞先跪，而且爸爸妈妈在等，对，娘家就是我也想要赶快回家，对，而且你也圈嘛哈，对，大局着想啊。因为我觉得有1就有2，而且我万姐都说那是30岁生日这么重要，而且动不动就跪，又不是在演8点档。万一对啊，也不看看是谁叫我们跪，是婆婆，然后自己又不跪，而且是我要跪，我就要把婆婆也一起拉下来。记错时间，是谁记错？你老公拉你跪，然后你拉婆婆跪这样。因为是婆婆说叫大家跪，她自己又不跪，只会哭。来啊，周慧啊，要有身价。一屋子搞这么热闹。夫家规定太奇葩，媳妇瞬间就落跑。准备要去洗澡，然后结果呢，她婆婆看到就说：“妹，帮我挤的浴巾就用这一条后啊。等一下那个小叔、小姑还有公公都还要用这一条浴巾。”然后全家人用同一条。对，太恶了，不是2个礼拜的话就搬出来这个家了。
海伦姐，打死不跪，原则问题，没错就是没错，我就是打死不跪。啊，但爸爸妈妈不去啦。对，没有，我就跟我爸妈讲啊，那就不要去，我看你先生完全没有约他们啊。给你一个赞，真的，我当年应该要这样才对。一码归一码这样。对，是我一定会这样教我女儿，打死都不准给我跪。对啊，自己爸妈都没有这样。我们要换亲家母了。哎，亲家母来了。你们通常都是自己洗内衣裤嘛，对不对？通常自己的内衣裤都是自己洗，尤其是女生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我准备要洗澡的时候，然后我小姑就是刚好用完那个厕所，然后我要进厕所的时候，我就看见，哎，她的那个贴身衣物怎么会放在地板上？然后我还在想说，哎，我要捡起来还是怎么样啊？然后我婆婆就经过的时候，她就随口就说。啊，你就顺便把它拿去洗啊，你就帮他一起洗就好啦，这样子也比较省那个洗衣精啊。然后我就在很犹豫说，不可能，我长那么大，然后我还要帮另外一个女生洗她的内衣裤吧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既然她刚洗完，我想说就稍微婉转一点，我就去敲她房间门。哎，小姑，就你刚刚是不是忘记东西在浴室了？你可能要拿走一下，因为我要洗澡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婆婆就因为她是一个长廊嘛，然后后来又过来说，哎，你们要洗吗？那我就先洗哦，那洗完你再帮我们把一起我们的那个内衣裤再一起洗一洗。啊？哦，加量不加价。我后来听完我整个傻眼哎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讲说要有原则，我后来就是这件事情，我就跟我先生沟通了一下，我就觉得说，我觉得女孩子应该自己的贴身衣物应该是要自己洗的啊，还是说那以后我们的衣服就自己洗，然后他们的衣服就请他们自己洗。然后后来就是沟通完之后，就这件事情就没有再发生。如果说婆婆跟小姑很切切说就一起洗啊，那我就会说好啊，那我就不管，我就不会包洗衣袋随便丢洗衣机把你洗坏洗烂之后，你就会跟我说下次我们自己洗就可以，你就帮我们洗了。这个好，我就会糟蹋他的也不错。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这种事要直接讲哎，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，我觉得安琪宇你的内衣裤在这里，然后他如果说那就一起去，我就会说我不敢，我就会直接讲说我真的不敢啦，在家都这样，我不敢，这样讲明白，对，就是有当过兵就不一样，就是你直接吆喝就好了。刚刚都讲生活习惯，我觉得都可以忍耐，但是小孩育儿这一块我真的不行。就是我婆婆说，小孩子要用包巾，一定要包起来，而且她的包是像包肉粽，就是捆绑，很紧的那种。对，然后那是夏天，然后跟我说这样子小朋友比较不会丢给啊，因为小朋友不是会自然的抽动。她说这个吼就是有碰到排咪呀，然后我就说婆婆这个真的不行，她喝补水。对啊，没有，她没喝补水，然后她还在她头旁边，为了要顾头型，还放了那个2个不知道什么样子，反正里面有中药材的那种枕头，整个这样造型往远远的看，你只差没放一个绿色，很像便当日式便当的那种感觉，真的。然后你又不能回嘴，因为我也是很年轻，21岁就嫁进去，所以就让婆婆这样绑了第1胎。我一直生到第4胎，我决定了，你这4个，我觉得不能够再这样子。她很容易怀孕，到第4胎才有这个觉悟，对。所以其他3个其实都是被这样子，像木乃伊一样。然后，当然你的另外一半也是觉得说，就是所以那前面3个小孩睡觉是不是很庄严？没错吧？对，这样睡，真的习惯不动了，连绑开来以后都这样。可事实上是绑起来，是不是真的很好带来，然后很好睡啊什么的？并没有啊，他头就这样一直转啊，他不会讲话，然后就只能哭啊。然后婆婆还要很顾面子说，不啦，她在适应。但是那一段时间，那3个月就常常会因为这种事情，就婆婆要来，赶快把她绑了3胎哈。对不对？很抱歉前3胎。然后我真的不希望她再绑了，我一定要生第4个，让她知道我不要。这样来的，如果生1胎的代价好大。这样看，我第4胎了，我不让你绑了，你现在知道了。执行我的觉悟，对，这是第4胎，就是你再也绑不到了。就要照我的方式养。我也点齐呀。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，我觉得。如果是我听说的，可是我如果自己身为是我会愿意当这个逆媳，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新婚媳妇，然后她就跟她老公讲好说，结婚后就是就是跟公婆一起住，就她嫁过去的第1天，然后她晚上要洗澡嘛，她就自己准备了自己的新浴巾，然后准备要去洗澡，然后结果呢，她婆婆看到就说妹，帮我姐的浴巾就用这一点后啊，就她婆婆交给她是一个湿的浴巾。
然后他想说，哎，怎么湿啊？这一定是用过的。然后他就趁婆婆不注意的时候，换成自己的浴巾来用。他洗完澡之后，他就想要把湿的浴巾跟他自己的浴巾拿去丢洗衣机洗嘛。结果他婆婆就看到就说，哎，这个不要丢，等一下那个小叔、小姑还有公公都还要用这一条浴巾。然后他就觉得用同一条。对，然后他就觉得无法接受这个事情，他就问她老公说，哎，难道你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吗？他说，对啊。一天用一条浴巾用1天，全家一起用，这样很省水啊。对，然后这个事情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就他就发现他们家的浴室只有一个刮刀，只有一个漱口杯。他就问她老公说：“哎，你们家该不会你们的牙刷也是共同用吧？”他说：“怎么可能会共同用？牙刷当然是男女分开啊。”他就是天哪，婆婆跟小姑用同一支。男生公公跟小叔是用同一支，然后最可怕的是，还有她说她老公还说啊，你们女生不是有那个什么经期会用什么月亮杯，那个就是女生也会共用啊，怎么可能？就是洗过是真的还是消毒之后，这是真的，在网络上看到的。婆媳之战讲不完，媳妇通通不远啦。冰箱里面的母奶怎么一包都没有动？那我就问一下我婆婆说，还是你是有准备啊配方奶，有用那个配方奶这样？她说没有啊，就是那个。我现在想说，我有听错吗？这个逆袭大家都愿意当吧？这个是你们可以接受吗？不能接受，我也没办法，不行哎。月亮杯是还好，因为可以洗。如果是卫生棉，那就 Oh my God！ 对啊，放进去，月亮杯要放进去。对啊，我是停更很久，不知道哎，我没有跟上哎，我又放进去。哇，你用这样的拐弯抹角在称赞维文姐年轻哦。对，你知道停多久了吗？对，所以后来他就是因为看到月亮杯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就决定他自己就是2个礼拜的话就搬出来这个家了。这个逆袭大家都愿意当吧？这个是你们可以接受吗？我不能接受，我也没办法，这个人贴身卫生的问题。因为现在这个应该也是极少数的案例。那我分享一个，我听看看你们觉得能不能接受？来，因为其实我有问过我妈妈，我妈妈那个年代其实也是这么做的。怎么了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刚生完大宝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公婆也是住在乡下嘛，然后因为我是亲喂母奶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坐完月子没多久之后，我就回去复工了。那你知道喂母奶就是还是会胀嘛？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就是离开家里要出去2天工作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我就把那个母奶挤出来，反正我就准备好就放在冷冻库。那刚好我先生他们那边的家刚好有个朋友也跟我差不多时间生，然后刚好他也是就是也在喂母奶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想说啊，赶快看一下冰箱，哎，我就发现我冰箱里面的母奶怎么一包都没有动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我就问一下我婆婆说，还是你是有准备啊，配方奶有用那个配方奶这样？她说没有啊，就是那个谁的女儿，她有过来玩呐，啊，她刚好也在喂小孩，我想说就2个一起喂好了。我现在想说，我有听错吗？我还问说是怎么喂，她说是亲喂。然后隔天呢，我就打电话问我妈，我就问我妈说，妈，你们以前会这样子吗？然后我妈就是说，哎呦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那个尿布也是一起用啊什么的。我妈妈那个年代也是这样，然后她就觉得说我应该也要接受。那如果是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，举圈不可以举叉，来，请举牌。可以的1个2个，可以的1个2个。我觉得平喂我可以，亲喂我不行。因为其实以前有奶妈，奶妈就是这样子啊，就直接喂。可是平喂才行。你刚是这样翻到后面去的。对，我刚刚想说，后面喂，好厉害哦，厉害，厉害。以后奶妈也是这样喂啊，也是这样喂。就是确定。这样背哦，又。
啊，你刚刚是这样问的吗？我刚刚有这样子吗？哦 ，sorry， 就是奶妈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品味 OK。我们在于的点就是它是亲喂，我不行，因为我觉得亲喂第一是营养问题，再来就是那是宝宝跟妈妈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行为。对，所以如果这一件事都可以分工出去的话，那我要亲喂干嘛？对，没错。而且我有准备，又不是没有准备。我觉得单就这个事件，单一事件啊，我就觉得还好啦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你可以沟通说，哎，我就有准备了，以后你不要再喂，不要再那个给别人来喂我的小孩，这是一点。对。第二点，如果我是那种奶量很少很少，像我大姑媳就是啊，我就会常会有求于人呐。对，我就觉得欢迎光临啊，很好啊，因为其实喂母奶其实对宝宝的抵抗力、免疫力还是比较好的。不会影响基因啦，不会影响。我觉得不会影响啊，所以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奶奶嘛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让别人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是好的。我有时候在你看，像那个在月子中心，他都会分呐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守望相助啊。他在意的是那个亲喂的部分。对，我觉得我亲喂。所以如果不是亲喂，就 OK 了吧？可以。不行，我怎么知道他吃了什么啊？没错。对啊，这个母奶小朋友吃什么，大人吃什么，他都会直接吃进去。哎。对。你吃了什么？母奶分泌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对啊，草莓就是草莓奶，香蕉是香蕉奶。乳房有没有洗干净喂我儿子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啊。就我觉得你说在月中心，我们可以喝别的妈妈剩的母奶，这一点我可以接受，是因为小孩刚出生，他们的确最需要母奶的营养。那时候妈妈们分泌出来是最营养的母奶，那你想分给我儿子，我当然乐意，因为它特别营养。初乳。对，初乳。然后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已经出完月子中心了，回到家了，我奶量不够，那就喝配方奶就好了。对。今天的分享完之后，婆媳问题当然不是我们一人3言2语可以说得完的哦。那今天呢，10模特儿1年1度的璀璨之星第14届，来介绍一下。第14届的10璀璨之星又来啦！我们这一次的组别有分模特儿组、演艺组，还有台湾运彩虹运少女组。详细的报名资讯，从5月7号到7月4号都可以在璀璨之星的官网报名。哥哥保护你哦！希望这活动顺利圆满。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我觉得今天聊婆媳相处，我觉得婆媳相处最难的，他就是我们原本不是一家人，对，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婚姻关系，我们就被绑成一家人。我们不指望全天下的婆媳都能够像母女一样的相处，但能够互相的尊重，保持那个界限跟分际哦，这就已经算是成熟的相处之道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婆媳的关系当中，这么复杂的关系当中，能够找到一个彼此舒适的最佳平衡点，那个激情交叉点。好吧，祝福大家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